看這個小鏡頭，它就會跟着我的視線或者是轉頭去改變角度。好了，大家，我現在面前的呢是影時剛剛發布的他们全新的雲台相機 Luna Pro， 沒錯，就是那個單鏡頭的版本，以及和它相應的一些配件。這次它出廠帶的是一個軟質的保護套。首先，這是相機本體，有一個延長小手柄，有一根掛繩，有一根數據線。1、2、3，當當。哦，它的這個保護殼是直接放在了這個位置。哦，它是一個軟質的，它是一個軟質的一個膠套。然後我們現在給它進行開機，開機了。好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兩款相機的手柄位置幾乎是完全相同的。然后呢，它們两個的遙控位置都是可以取下來的，後方的這個防風罩啊都可以取下來。然後我们來看一下這兩款的重量啊，首先看一下 Luna Ultra， 大概重量是233克，然後再看一下 Luna Pro， 大概是216.8克。首先回答大家最關注的就是 Pro 和 Ultra 到底差別在哪兒？首先在外觀上 ，Pro 呢是單鏡頭，微調了鏡頭的設計線條，把徠卡 logo 和光線傳感器的位置對調了一下。Pro 呢獨佔了一個小小貓耳朵的設定，應該是影時覺得雲台相機很像是一個小機器人吧，所以想增加一些陪伴的情緒價值。屏幕外輪廓呢是微調了一下，上方增加了 Luna 手寫字樣。NFC 的位置呢從 Ultra 時代屏幕下方轉移到了現在 Pro 上的鏡頭頂部。觸碰位置增加了一個 Kiss and Fly 的小小字樣啊，因為很多機場它沒有停車區，所以呢會有一個牌子告知送客的車輛即停即走，就是親一下你就準備飛吧，就是 Kiss and Fly。以上就是 Pro 和 Ultra 全部差別了。硬件上除了差一顆3倍長焦鏡頭之外， Pro 和 Ultra 所有的硬件完全相同啊，包括主鏡頭表現啊、自動亮度調節的屏幕啊、支持拆卸遙控啊、搖桿交互啊、電池續航啊，甚至內置的47GB 存儲都完全相同。Pro 就是沒有長焦的 Ultra。而隨着 Luna Pro 的發布呢，影時首發了一個豎屏 4K 分辨率視頻拍攝的功能，它是利用傳感器實現 6K 超採樣生成 4K 分辨率的視頻。說到這裡啊，我知道 Ultra 用戶很急，但是你先別急啊，因為他們兩個的硬件完全相同，所以說 Ultra 後續也會通過固件升級獲得豎拍 4K 的功能。我用 Pro 的豎拍 4K 去對比了一下目前 Ultra 的豎拍 3K 啊，有提升，但是差距呢也沒有非常大，畢竟硬件是完全相同的。另外我必須要說啊 ，Luna Ultra 豎拍的 3K 畫質已經非常出色了，日常我用着非常滿意。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小家伙啊，影時給 Luna 系列搭配的一個頭部追蹤器，這裡有一個充電插口，然後這邊給它推出來哦，大概是長這個樣子。再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影時推出的這種脖掛，脖掛的這個位置是由金屬鐵絲來實現的，在這卡死了。頭部追蹤模塊呢是 Pro 和 Ultra 都可以使用的，配對連接之後，你按一下模塊中的拍攝按鈕，系統呢就通過語音提示你目視前方去校準一下，然後你就可以追蹤頭部進入拍攝狀態了。然後現在看這個小鏡頭，它就會跟着我的視線或者是轉頭去改變角度，比如說在抬頭、低頭。頭部追蹤這個拍攝最大的優勢啊，就可以讓你的第一視角變得更加生動。傳統那種運動相機掛在胸口去記錄生活，那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比如說你這時候想抬頭或者低頭或者左右看，運動相機它是沒有辦法感知的。比如你拍一個日常的開箱，當當，頭部追蹤模塊呢就可以還原你的第一視角。比如說你抽一個卡牌，同樣可以使用脖掛加上頭部追蹤的模塊這樣一個組合。你想拍攝一個學習的 vlog， 這時候就可以利用這個組合去拍攝筆記本電腦。那麼相比於拇指相機 ，Luna 這塊1英寸的主鏡頭傳感器能夠提供更好的畫質。比如說你騎行的時候放在胸口，可以記錄一下低頭看手表啊，抬頭看看天啊，或者在路口左右看兩側來車的狀態。除了掛在胸前，你還可以把它固定在環境當中。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呢就已經把 Luna Pro 吸附在我的車頂上了，然後我摁這個模塊，然後大家看啊，我現在呢就可以看一看左後視鏡，看一看這個扶手，看一看這個方向盤啊，給大家講講方向盤，看一看中控屏，對吧？看一看右邊的屏幕，然後再看一下遠端。因為 Luna 鏡頭本身是超廣角，對於狹窄的車內空間其實是非常合適的，既不會干擾你的視線，同時呢，這個1英寸的大底又能夠提供相機水準的專業畫質。那麼佩戴上頭部傳感器，這豈不是無敵了嗎？也不是啊，分場景。
實測，如果你的拍攝場景中出現頻繁的轉身呢、頻繁的轉頭啊，錄出來的畫面就會讓人很暈。比如說這一段，所以我給大家的購買建議啊，頭部追蹤最適合的就是上半身保持不動，你只會轉頭的拍攝場景，其他场景呢，則是直接使用 Luna 本體會更好用。我覺得這個特別適合，比如開箱啊，或者說拆一些禮物啊，對吧？打開一些新產品啊，就是保證在你的視野在這個區域會非常合適。然後啊，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是一個帶電池的續航小手柄。我把官方默認的放在這裡給大家對比一下，下方依然有這次我覺得非常好的那個三角小支架。這個續航手柄內置的是一個1000毫安時電池，那麼作為參考 ，Luna 機身內置的是一个1550毫安時電池，大概可以額外提供65%左右的續航能力吧。這裡還有一個增廣鏡小配件，我們也給大家開箱看一下大概長什麼樣子。哦，增廣鏡 Pro 和 Ultra 它們的焦段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從原來的主鏡頭20毫米擴大到現在的15毫米。然後現在呢是沒有增廣鏡的畫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畫面視野。然後我現在呢給大家安上這枚增廣鏡啊，大家來感受一下。哎，現在這個畫面視野是不是增加了？Pro 版本增廣鏡目前有一個問題，它會影響光線傳感器的工作。具體表現是佩戴上之後呢，屏幕會變暗。所以說我現在佩戴增廣鏡之後呢，我會手動的把屏幕調亮。今天視頻最後呢，我還想分享2個點啊。第一個點呢，就是我過去1個多月到2個月的時間吧，使用 Luna Ultra 感受非常好啊，因為它給我一個最深的印象就是我完全不需要去操作什麼複雜的參數啊，去調什麼白平衡啊，調什麼對焦啊，然後去考慮什麼色彩啊。它那個只要你按下快門鍵，它拍出來的視頻就很好看。而且我之前提到過，就是它所拍攝出來這個畫質的顏色、色彩風格和 iPhone 的色彩風格很接近。我把2台設備的視頻放到一起，就不需要去做過多的調整。我最近的視頻下邊有網友留言說，你最近的這個畫質怎麼很有提升了？其實就是因為我把之前 iPhone 的前置鏡頭所拍攝的那部分任務，現在使用 Luna Ultra 來拍攝了。所以大家看到的過去的很多期視頻都是使用 Luna Ultra 來拍攝我的畫面。那1英寸的傳感器拍出來的畫面肯定更好看啊！也就是說，現在 Luna Ultra 已經無縫的連入我的生產力生態了。這個是我在使用之前沒有想到的。第2個點呢，就是購買推薦是選擇 Pro 還是選擇 Ultra？ 因為他們2個整體就差17克，所以你不需要從輕便的角度去選擇 Pro 或者選擇 Ultra。整體來說，重量可以忽略不計。我個人的推薦呢，就是一個點，就是看這個設備是誰拿着來進行拍。如果是你自己拿着拍自己，更多時候是這樣，一個手臂的距離，1顆主鏡頭就夠用了。如果你是用這個設備去拍別人啊，比如說去拍你的女朋友，那麼3倍長焦拍人像，它確實會更好看。當然還有一個影響因素呢，自然是售價。Pro 呢，它的價格應該會比 Ultra 便宜幾百塊吧。如果你的預算不是那麼充足，那麼 Pro 也是完全能夠覆蓋你的需求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我是周文澤，我們下個視頻再見。